大夏的气运已尽，不要再做无用的挣扎，就让我来终结你。哦，为什么我们泱泱华夏竟然出不了一个 S 级契约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龙渊壁垒已经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敌人的契约师召唤出了 S 级身体九吞童子，我们的防线岌岌可危。大夏国已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底蕴如此深厚的大夏文明，竟然召唤不出一个神邸？近100年了，为什么我们结出的契约师越来越少？我叫沈玉，是大夏国的一名 S 级契约师。近100年来，樱花国狼子野心，一直设法针对我们的 S 级契约师，暗杀、策反、诬陷，无所不用其极。为了做出应对，我们成立了乾隆会，行走于黑暗，侍奉于光明。大夏国百姓们，前线总指挥已做出最后的动员令，他们将与城池共存亡。城破之时，就是他们为国尽忠之时。大夏国永不为奴！大夏国永不为奴！永不为奴！为奴！大人，大夏国的契约灵根本不是九吞童子的对手。哈哈哈哈哈！很好，让这一战成为大夏覆灭的序曲。破城之后，我关注的这些网红小姐姐都给我留着。是呢，我也收藏了好多小奶狗，也都给我留着尝尝鲜。他们早已没有了汉唐的雄风，看来黄泉社的去雄计划做得很成功啊。他们那些继承了数千年的文物都是我的了。全体起立，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议了，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讲话。大夏国的勇士们，我们拥有璀璨的文明，我们拥有最先进的科技，我们拥有最坚强的意志。可是，我们战胜不了神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契约师如此之少。大夏都是你们这些凡人吗？毫无兴致。九吞童子啊，别玩了，速战速决！攻破此城，大夏之人任你屠戮。好，就这么说定了。小玉，我要去前线，你快回家。哥，你冲什么风？你是能契约英灵，还是能召唤神邸？没错，我是 S 级契约师。啊！什么？他说什么？小伙子，你说什么？你是 S 级契约师？别瞎说，知道吗？这都什么时候了？是啊，小伙子，我们都要被占领了，你还在这儿开什么玩笑？哥，胡说什么啊？太丢人了！小伙子，你说实话，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我说的是真的。同胞们，相信我，大夏不会亡！勇士们，龙渊壁垒的战友们正在用鲜血阻挡敌人，全国的契约师部队也都集中在那里。但是，因为没有顶级战力，他们坚持不了太久。现在我宣布，所有现役及预备役的战斗人员即刻起奔赴龙渊壁垒，哪怕是用我们的血肉填满城池，也绝不让敌人突破最后一道防线。千秋大夏，国作永存，国作永存。鹰队长，咱们还能坚持多久？现在就剩下我身边这一队人了，最多1天吧。该死！总司令已经下令，全部部队已经全部赶往这里支援。召唤部队打光了，我带着其他人上，就算用血肉填，也要守住3天。是，保证完成任务。上层如果这时候再不让乾隆会出手，可就真要出事儿。沈玉，王秘书，沈玉，最高统帅让我转告你，潜龙勿用，飞龙在天。潜龙勿用，飞龙在天。
前面顶不住了。总指挥，下面的弟兄不行了，我准备用生命为代价，使用血祭契约，越级召唤英灵。诸位走好，千秋大厦，我做永存。我做永存。战友们，全国的援兵已经向我们赶来，要用生命坚守到最后一刻。召唤部队最后的人已经上去了，下面就轮到我们了。你们干什么？不要命了？快滚！队长，你一个 A 级契约师，就算血祭也召唤不出来 S 级的阴灵。所以说我们一起量变产生质变，万一出个 S 级呢？混蛋，给我滚！沈玉，飞机已经备好，你快去吧。好，我现在就出发。我倒是想看看你们一群蝼蚁能玩出什么花。战友们，烈士陵园见！记住，不论敌人是谁，我都义无反顾。我相信大夏国传承了几千年，每当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会有英雄诞生，力挽狂澜。千秋大夏，国祚永存！战友们，烈士陵园见！烈士陵园见！同胞们，沈玉是大夏国秘密部队，乾隆会的会长。他们为了麻痹敌人，一直隐姓埋名，就是在等一个一举歼灭他们的机会。现在这个机会来了，请相信他们，大夏不会亡，千秋大夏，国祚永存。干娘，我们上！他们好像召唤出了一个稍微厉害点的英灵。这么多契约师，一起血祭才召唤出一个 A 加级别的英灵，就是白白送死。看来大夏国的气运真的是所剩无几了。哼，最后的挣扎，酒吞童子应该会很快解决，咱们也要准备好大开杀戒了。血祭契约才召唤出一个 A 加的英灵。大夏国的契约师，真的是名不虚传。哼，实力相差太大了，得想个办法，能多拖住1分钟就多拖1分钟。乾隆会总指挥沈玉前来报道。好好，终于来了，这下我们就有希望了。对不起，我要是能早些来，就不会有这么多袍泽战死。你们是国之利剑，是我们最后的底牌，当然要用到最关键的时刻。我明白，当你们这支秘密力量重现于世的时候，我们的敌人就不只是樱花国了，那些豺狼就都会跳出来。况且你们又不是军人，如果我们都还活着，就让你们上，我们算什么？为什么还不让我们去前线？哥哥，你一定要坚持住。潜龙勿用，飞龙在天。啊，哥哥坚持住，等我。可恶啊！总指挥，我这就出去把队长替换下来。不行，先别去。为什么？他用了血祭契约，你知道用了血祭的契约时，断然没有生还的可能，所以这最后一战要让他们作为军人光荣的死在战场上。可是，好了，没什么可是的，这是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归宿。哟，雾影大人，你的酒吞童子怎么跟他们玩上了？是啊，速战速决吧！当下的网红小姐姐都嗷嗷待哺的等着我了。你们懂什么？这样戏耍他们，才能更好的让他们臣服。没错，这名军官应该是他们最后的契约师了。如果快速解决掉，他们后面也许会孤注一掷。只有反复羞辱、戏耍他们，击溃他们的意志，后面咱们就能长驱直入，占领全境。对对，长驱直入，随意驰骋。哈哈哈哈。可恶，老子和你拼了！
总指挥，就让我去吧，我看不下去了。你们其他人呢？就你自己，我自己就足够了。不可以，如果你再失败了，会让我们军心不稳。报告总指挥，所有战斗部队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开战。而且我们已经准备好全面开战，所有的人已经做好同归于尽的准备了。这个时候你下去失败了，会动摇我们的意志。到目前为止，对于你的能力，我们都是听说，没人见过你的实力。敌人召唤的可都是神邸，你可以吗？大夏国从来不需要神邸。乾隆会的事情刚才已经跟各位说明了，后面的事情交给他们就行了。难道我们要将整个国运赌在一个乾隆会上吗？是，这些年对他们一直秘而不宣，这个时候突然出现，特地部队肯定会有疑虑。而且这次敌人是有备而来，带来的都是能够召唤神邸的契约师。各位官员说的都很有道理，王秘书这么做会不会有些儿戏？报告总司令，前方报告，目前有一名乾隆会成员抵达。什么？只有一人？这人是谁呀？难道还能一骑当千吗？是乾隆会会长沈玉。是他啊，那一个人足够了。行了，我也玩腻了，马上解决你们吧。甘将军，我们是最后的希望了，虽之必死，但我们还要一试。来吧，干死！孩子们加油啊！不自量力的家伙，准备受死吧！你很顽强啊，这都没死，让我再送你一场。林队长，我是林峰的朋友。小峰他现在还好吗？你坚持住，他快到了。他现在是 S 级契约师了。我就知道他一直是我们之中最有天赋的，但是我等不到了。替我告诉他，我为他骄傲。完了，完了，全完了！难道大夏国就此陨灭了吗？哥哥，等我，一定要等我。你是什么人？乾隆会会长 S 级契约师沈玉。S 级，我没听错吧？他刚才说他是 S 级。你没听错，小哥哥长得还不错。怎么回事？不是说 S 级都解决了吗？乾隆会还真的有这个乾隆会？什么 S 级？都是蝼蚁，给我受死吧！给我死去！主人还没让你叫呢，你先找地方趴会儿。放心，谁也走不了。雾影，到底怎么回事？怎么搞的？不是说都消灭了吗？近百年来，我们黄泉会一直联合西方诸国，执行着除掉大夏国契约师的计划。先用金钱和美女孵化他们，然后策反他们，腐化不了的就暗杀，暗杀不了的就诋毁，做的一直都很成功。但是就在40-50年前，他们的很多年轻契约师一夜之间都消失了。后来经过多方打探，才听说到这个乾隆会，但是也只是知道他是秘密培养大夏契约师的组织，其他一概不知。怕什么？就算有 S 级契约师，又有什么用？他们也召唤不出神邸。加藤鹰说的对，如果有神邸签订契约，会引起天地异象，谁也藏不住的。你都听好了，从现在开始，大夏的国门由我一人来守。从现在开始，大夏的国门由我一人来守。哥哥加油！这是刚才那个小哥，对，那个 S 级契约师，大夏必胜，大夏必胜。一个人就够了。王秘书，你没开玩笑。总司令，我怎么敢拿这是开玩笑？
他到底什么来头？单凭一个 S 级契约师，还做不到一夫当关。难道是他能召唤神体？不可能，和一位神邸签订契约会引来天地异变，全世界都会知道，不可能隐瞒得住。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我们大夏几千年了，什么时候是靠神邸延续的？小娃娃虚张声势吗？难道是想拖延时间？没用的，这次你们大夏不会再有转机了。小帅哥，别挣扎了，来吧，做姐姐的裙下之臣，就能保你一命。小子，别装模作样，就算你是 S 级契约师，又能怎样？沈玉，你这只能是徒劳无功。大夏的情况我们一清二楚，没有能召唤神体的契约师，你们一点胜算也没有。不能召唤神邸，那岂不是一样的结局？我听说契约师和神邸签订契约，会有天地异象，咱们大夏从来没出现过。难办了，哥哥，我相信你。我们大夏从来不需要什么神邸。对，我们从来不靠什么神邸。我哥说过，华夏人的骨头从来都是自己撑起来的。不靠神邸，可是没有神邸，怎么打得过那些妖魔鬼怪？神邸，几千年了，我们经历过多少天灾人祸，哪怕神州陆沉，哪怕十世九空，最终我们还不是传承至今？难道是漫天神佛帮我们抗的灾，帮我们抵抗的侵略者？不需要神邸，那你们需要什么？需要刚才那些蚂蚁的？真是大言不惭，难道你们做不到就说没用吗？是啊，我们一直在研究你们的历史。大夏国的神仙谱系可以说是世界文明当中最全的，然而你们现在却一个都契约不了，不觉得愧对祖先吗？其他文明的神话传说都是人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神邸降临解决困境，而我们的是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在我们的血脉里刻着的基因是，如果天不随我愿，我便让这天低头。让天低头。说的太对了。没错，我们从来不靠什么满天神佛，我们靠的是众志成城，是视死如归。总指挥，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兄弟们的遗书已经都写好了。先等一等，我觉得这小子没准能行。说这么多有什么用？我们已经到了你们最后一道防线，大夏这回完了。多说无益，传令，全军发起总攻。我们来了。哈哈哈，网红小姐姐，你们久等了。敌人开始总攻了。我还没有娶老婆呢。敌方传来消息，敌人已经发起总攻。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人定胜天。这是什么？绝对不是普通的 S 级召唤，传令，随时准备支援神域。忠肝义胆，义薄云天，勇冠三军，威震华夏。快看！这是什么？神邸降临了吗？是契约师，咱们的契约师。哥哥加油！武圣关羽，参战！关羽在此。哈哈，忠义无双，关云长，你水淹七军，淹死的无辜百姓，比你杀的敌人都多吧？你这忠义牌坊是拿百姓的血砌起来的。这话听着好像也对啊。你糊涂啊！这妖怪在偷换概念，
打仗能不死人吗？那是为了打败曹贼。大家别上当，这是敌人的心理战。儿们，都静一静，打仗各为其主，也属无奈之举。好像是这么回事。总司令，王秘书，舆情压力很大，这种诛心之论对普通民众的冲击力太强了。是啊，很多年轻人对历史了解不深，容易被动摇。确实是这样一个情况。王秘书，你怎么看？他们言语挑衅，证明他们内心是害怕的。可是他们的实力，但愿如此吧。太卑鄙了，这是攻心！慌什么？真正的信任是经得起质问的。传令下去，各部队保持静默，相信沈玉，相信关将军，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定力。100多年了，你们这些妖魔鬼怪翻来覆去还是这点伎俩，就不能换个新花样？水淹七军是计策，是为了用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结束那场战争。你们只看到水淹的惨状，却看不到如果不这么做，战事拖延下去，会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土地荒芜。对啊，有道理，长痛不如短痛。这个角度很重要，民众一定可以理解。巧舌如簧，牺牲少数人的不是你们吗？牺牲，我关羽麾下将士，哪个不是爹生娘养，哪个不是鲜活生命？战争的残酷，我比你这躲在后面的缩头乌龟更清楚。我的每一个决定都如同刀割我心，但为将者，不能因小人而忘大人。关老爷心里苦啊！他在共情，拉近和大夏国民的距离，很高明。而你这孽障，你吃人饮血，可曾有过半分不忍？可曾想过那些被你残害的生命也有家人？你跟我谈仁义，你也配？我乃天生大妖，弱肉强食，天经地义。看，他露馅了，他信奉的只有野蛮的掠夺，而我们华夏信奉的是在不得已中寻求最优解，是为了更多人的生存和尊严，这就是本质区别。对得好，沈玉小哥说得好。看来大局已定。竟敢戏弄我，都给我死吧！可恶啊！没事儿。老关，就是现在，全村的希望。耶，哥哥打赢啦！孩子真不容易。我们赢了！太好了，我们胜利了！太好了，太好了！这一下民心士气算是彻底稳了。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就一下就秒杀了酒吞童子。越来越有意思了。依照酒吞童子虽然不是最顶级的妖神，在樱花国也能排上前10位了，怎么可能？别高兴得太早，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见识下真正的毁灭吧！八岐大蛇降临。沈玉，此疗凶顽，务必谨慎。感受到了8个不同的气息连接在一起，我猜到是哪个神邸了。关将军辛苦，您可先去休整。接下来需要一位靠脑子的先生来应付大场面了。二爷，我不是说你，嗨，您别生气。社长，你看，那个绿袍猛男消失了。不对，感觉不到力竭溃散的气息，倒像是自己主动走的。故弄玄虚，沈玉小儿定是无人可用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趁他病要他命，执行终极献祭，恭迎八岐大蛇尊神。能量级别报表超过酒吞童子峰值3倍以上，是八岐大蛇。根据古世纪记载，八岐大蛇是灾厄化身，其弱点是尾部藏有天丛云剑，但亦是其力量核心，常规方法难以触及，需要极高的智慧与策略。沈玉是否需要战略支援？李指挥，别慌，打这种大块头不能光靠蛮力，正好请一位专业人士来跟他讲讲道理。华夏毁灭，吞噬。沈玉，你的武圣已力竭退场，看你还能召唤出什么废物！在八岐尊神面前，一切抵抗都是徒劳。个子大，脑袋多，不代表就更聪明。对付你这种空有力量的蠢物，就得找个脑子好使的来，有请慕容先生。哇哈哈哈！我没看错吧？一个摇扇子的书生，哼，装神弄鬼，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什么谋略都是笑话。八岐尊神，碾碎他！孽畜，尔依山川水脉而生，本该守护一方水土，却行此荼毒生灵之事，可知已损及自身根基，命不久矣。胡说毁灭，即是无知力量。何辈，徒具蛮力，不明因果，量观你气数，纠缠怨念，业力深重，如灯枯油尽前之回光返照罢了。闭嘴！休听他蛊惑，先杀了他！量有一问，尔等八首共用一个身体，可曾想过进食之时谁先谁后，思考之时听谁为主？这般混乱灵台与乌合之众何异？不过是一具被本能和怨念驱使的可怜躯壳罢了。先生，你这挑拨离间有点狠啊！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此乃基本操作。妙啊！诸葛先生直接从对方的存在结构上进行质疑，这是哲学层面的打击。八岐大人别听他胡说八道，他好像能看穿一切。不妙，他在瓦解八岐大人的意志。尊神，他在动摇您的心神，杀了他！冥顽不灵，也罢，便让你见识一下何为运筹帷幄。力强者刚而易折，招数虽繁，却无核心意志统御，破绽百出。看你左手吐息虽猛，却带动右手偏移3寸；看你后手遇事暗算，是暴露追父宫门。可叹空有移山倒海之力，却无统筹兼顾之志。找到你了，那颗虚假的力量核心，便是你的死穴。阵起，复。破。不可能！八岐大人被一招指一招，便看穿并击碎了核心此人之志，非人哉！你契约的到底是什么？这绝不是普通的英灵召唤。先生这波意识流碾压，帅炸了！分内之事，妖魔终究难敌正道与智慧。况且我等能前来商议对策的，可不止1、2位。雾影社长，你们的路走窄了。我们已经连败2阵了，圣的士气低落，必须立刻召唤一位足以扭转乾坤的尊神。
挽回颜面。没错，须佐之男尊神执掌风暴与海洋，性情刚烈，战力无双，与我家族渊源最深。此次由我亲自召唤，必能雪耻。须佐尊神力量狂暴，难以驾驭，苍井大人务必小心，莫要被神威反噬。高天原的暴风与雷霆之主出云的勇士，以我苍井之血聆听我的呼唤，降临了，见速须佐之男命。报告，出现异常能量警报，能量反应异常狂暴，与八岐大蛇的污秽感不同，充满了纯粹的破坏力。是须佐之男，日本神话中的三贵子之一，以勇武和暴躁著称，其力量特性是极致的刚猛与毁灭。刚不可久，柔能克刚，相信沈玉会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指挥，对方这次召唤的好像是个猛男。知道了，沈玉，我在检测到高能狂暴反应，像是力量型的对手。收到，以力降石会是吧？那咱们就找个最懂因势利导、以柔克刚的老师傅来跟他过过招，比蛮力多没技术含量。是谁唤我？此界生灵可堪一战。尊神，请为我等斩破前方一切之敌。对面的力量型大神，听好了，我们大夏打仗讲究的是策略和节奏。今天请一位真正的军神来跟你讲讲什么叫兵法。有请大唐魏国公李靖。哈哈哈，一个穿盔甲的大叔，看着还没刚才那个书生能打。沈玉没人了吧？不对，他的气息好奇怪，就像深不见底的水潭，完全看不透深浅。李靖，大唐的军神，灭国秦王如探囊取物的存在，此人之名在古籍中光芒万丈。苍井大人，我们可能又错了。哇，这次是将军，看着好稳重。魏国公李靖，我知道，特别能打胜仗的元帅。历史课本上有他，超级厉害的大将军呢。装腔作势，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诡计都是徒劳。年轻人，力量若无法约束，便是自毁的根源。真正的力量在于驾驭与引导，而非宣泄。少废话！可怕！这就是大夏军神的境界吗？力发而不知收，行路而不知藏。你的攻击意图太明显了。李帅，您这实战教学效果拉满啊！此子勇力可嘉，系乎未遇名师，若能点化，或可成器。啰里吧嗦的，敢与正面交锋吗？尊神，他在戏耍您，快用绝招啊！李靖他好像在引导尊神的攻击，他在摸清尊神的所有路数。烦人，你彻底惹怒我了！接我终极奥义，天之重云，断海流。尊神，不要，这样会耗尽您的神力。终于有点看头了，但破绽也更大了。又输了，不仅仅是力量，是境界和智慧的全面碾压。刚猛一折，你的道走错了。尊神被生擒了。多谢李帅，请李帅归位。还要继续吗？你们追求的所谓神威，在我们看来不过是未开化的蛮力罢了。八嘎，连须佐尊神都背，这仗还怎么打？哎呀，加藤鹰大人，这就沉不住气了。男人啊，就是急躁。我们不是还有最后一张王牌吗？苍井大人，您是指召唤天照大御神？可那是禁忌，需要献祭我们几乎全部的生命力和所有可用的英灵烙印。已经没有退路了，沈玉和他的武庙英灵必须毁灭。就用这龙渊壁垒，用我们的一切为他们陪葬，执行高天原陨落计划。
警报！能量级别超越所有已知记录，检测到超高密度能量聚合反应。这是要引发局部空间坍缩吗？是天照大神樱花国神话中的至高神太阳的化身，对方是在进行自杀式的终极召唤。接通沈玉最高权限通讯，授权他动用一切必要手段，包括请出那位为纸杀而生的杀神。太阳好像掉下来了，好热！老天爷，这比妖怪还吓人呢！大家别慌，躲到掩体里去，相信我哥，他一定有办法。亵渎神国，囚禁神族，尔等罪业，当受日曜净化，神魂俱灭。动不动就净化灭世，你们这些所谓的神，格局也就这样了。比中解释吧。好，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为纸杀而生的杀，什么是人间真正的人屠。有请大秦武安君人屠白起。白起，总司令，这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唯有此等杀神，或可对抗灭世之神威。相信沈玉的判断。污秽的杀戮气息，当净化。虚假的正义，辱之国，屠戮百姓，亡族灭种的事情做的还少吗？今日就让你见识下真正的炼狱。杀戮是罪孽，光明方为永恒。汝之存在即是错误。错误。长平一战，若不铿锵，赵国兵力复起，战乱再延10年，死者何止100万，无杀40万，而指天下兵戈就何止千万家。此乃大任。汝等高高在上，只见杀戮，不见止戈之功，才是真正的愚不可及。武安君，它的核心是那个太阳神格，是纯粹光与热的规则聚合体。规则，吾一生便是打破规则。看好了，何为人定胜天？白起的逻辑是以杀止杀，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和平，这是极端功利，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无法简单评判对错。可那是40万条人命啊！那是历史的悲剧，是时代的不得已，而现在我们需要他用这份力量来阻止更大的悲剧。尊神跟他废话什么？净化他！大神，快让这屠夫见识神威！人定胜天，他们竟然真的信奉这个。杀！如可知，何为军阵？何为兵士？孤阳不长，独阴不生。汝之光太纯粹，纯粹到不堪一击。此神格已破，然其本源未绝，吾之力与此类神性相克，不可久留。后续尔等自决。谢武安君。天照大神也败了，我们完了。哎呀，加藤鹰大人，别这么早就说丧气话嘛。大神只是暂时受挫，未必没有后手哦。神格已裂，大势已去，大势已去啊！闭嘴，还没结束。天照大神的神格与我们的生命和献祭的英灵烙印相连，只要烙印不彻底消散，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还有最后一搏的机会。报告，目标能量级大幅下降，
但核心反应仍未消失，处于极不稳定状态。对方可能在进行某种极端的能量重构。立刻命令前线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狗急跳墙。沈玉，情况不对，太安静了。他们在准备最后的手段。雾影不是坐以待毙的人。诸位，为神国献身的时刻到了，我们将自身完全献祭，引爆所有英灵烙印，连同天照大神残存的神格，足以将龙渊壁垒及其后方百里化为焦土。社长，真的要这样吗？雾隐大人，这可是形神俱灭啊！果然，最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这是唯一的胜利，也是我们最后的荣耀。为了黄泉社，为了樱花神国。警报凄厉，能量读数再次飙升，且极度混乱，指向大范围湮灭反应。敌人要拼命了，需要能够绝对防御，或者能化解这种自爆式攻击的力量。来吧，看看是你们的毁灭之光厉害，还是我大夏的守护之盾坚固。一起毁灭吧！高天原落日，面对的奴隶输出，一定要挡住！华夏英灵，千古军魂，护我河山，为我黎民。武庙显圣，这是武庙，是集体意志的显化，不是单个英灵，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战争智慧在守护我们。这不可能，这是什么力量？我们守住了，是武庙，是千古的英灵在庇佑我们。大夏千秋，国所有存。这次虽然将他们击退，但经此一役，武庙的存在和力量，必然会引起全世界其他势力的关注和猜忌。未来的路或许会更不太平。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我们华夏的精神不灭，英魂长存，就无惧任何挑战。总指挥沈会长，初步统计，敌军残余已完全退出国境线，我们守住了。沈玉，多亏了你，多亏了乾隆会。李指挥守住了是好事，但武庙险胜，动静太大，我担心这只是一个开始。我明白，经此一战，乾隆会再也无法隐匿于黑暗了。接下来，你们将面对全世界的目光，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即日起，乾隆会正式升格为直属最高统帅部的国家级战略机构，代号龙魂，授予沈玉护国大师称号，全权负责全国契约师的选拔、培养、战术研发以及构建以英灵力量为核心的国土防御体系。王秘书，以末上将，由你们二人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全力协助沈玉工作，要人给人，要资源给资源。是，保证完成任务。赢了，我们赢了！就知道我们大夏是有英雄的。沈玉，乾隆会太厉害了！敌军退军了，多亏了沈玉。太好了，哥，你做到了。最高统帅部的正式命令已经下达，沈玉现在该叫沈会长了。恭喜你，也辛苦你了。沈玉，我们的情报网显示，樱花国残存势力正在积极活动。西方几个主要契约师组织的高层频繁密会，武庙的出现让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他们接下来无非两种选择，要么联合起来，试图将我们扼杀在崛起之初，要么就是想办法窃取或复制武庙的力量。所以我们时间不多了，乾隆会必须尽快完成转型，
形成真正的战斗力。首先，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家，一个能配得上龙魂之称的基地。其次，我们需要新鲜血液。王秘书，全国范围内筛选有潜质青少年的计划可以启动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开始钓鱼了。那些藏在暗处、自以为聪明的老鼠，是时候把它们揪出来了。内部清查的事，我会亲自盯紧，任何敢在这个时候伸手的人，绝不姑息。林峰、凌云的仇，我们一定会报。但眼下，龙渊壁垒虽胜，危机却刚刚开始。总指挥，我明白。最高统帅部已正式授权乾隆会全面启动。我们下一步的关键是找到一个绝对安全且能支撑我们长期作战、培养新血的核心基地。龙渊壁垒目标太大，已不再适合。而且，妙显现震动全球，我们需要更深入的了解英灵之力的本质，以及大眼变日的真相，才能应对接下来更复杂的局面。根据乾隆会世代守护的秘密，以及我继任会长时接收的传承信息，我们的总部并不在此处，而是在昆仑山脉地底深处的一处上古遗迹之中。这里被称为龙虚。这就是龙虚。这些雕像每一个都仿佛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没错，他们是历代为我华夏文明存续、立下不世之功的先贤，他们的精神意志与龙虚共鸣，守护此地。凌风，尤其是你，用心感受龙虚的气息，或许能帮助你更好的平复心境。这里记载的真相远超想象，英灵契约并非偶然，而我们未来的敌人可能远比樱花国召唤的妖神更为古老和可怕。所以，龙虚不仅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基地，更是我们揭开谜团、应对未来终极挑战的关键，对吧？英灵之名烙印于此，意味着他们的精神已融入守护华夏的洪流。凌云亦然，记住它，然后超越悲痛，成为更强的守。我明白了。诸位能通过选拔来到龙虚，证明你们拥有与先贤意志共鸣的潜力。但从今日起，你们要忘掉外界对契约师的固有认知，乾隆会的训练将截然不同。外界认为契约师的力量源于英灵强弱，这只对了一半。在乾隆会，契约师本身才是根基，你们的信念才是激发英灵真正力量的关键。英灵强大才是根本，那么何必如此强调自身训练？沈会长这么说，必有道理。强大的精神力需要强韧的体魄承载。想象你们正与霍去病将军东提大漠，与李靖将军夜袭阴山，没有这样的体魄，你们连英灵1%的力量都发挥不出。林雪，你用声音吸引正面注意力，我去侧面制造混乱。明白。陈宇，请配合我们。你渴望力量，但可知何为真正的强大？个人勇武固然可贵，但如霍去病将军，其飞囊居胥之功，亦离不开汉军铁骑的协同与大汉国力的支撑。体魄是舟，精神是舵，你的坚韧是承载英灵之力最好的容器。数据如何？会长，这些苗子都是好料子，陈宇锐气十足，赵晴心性坚韧，林雪谋定后动，但时间真的够吗？不够也要够，我们不能只依赖现有的英灵，必须尽快让这些种子发芽成长。下一阶段的英灵小队协同召唤演练可以提上日程了。明白，我会准备好演练方案。这种强调团队、信念与文化的路径，与外界通行的个体精英式培养截然不同。那就让他们看看何谓华夏之道。真正的力量源于传承，源于集体，源于每一个人的觉醒与奉献。吴军，现实很残酷，龙渊壁垒一役，我们不仅损失了多位强大的神奇契约者，更重要的是，大夏武庙展现出的力量体系，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乃至全球传统神奇体系的根基。社长，八岐大蛇大人须佐之男，难道就白白牺牲了吗？牺牲必须用胜利来洗刷。尊敬的大祭司阁下，请恕我直言，
大夏的英灵之力源于人自身的历史与信念，而非对任何至高存在的敬畏。长此以往，当凡人坚信凭借自身意志便可比肩，甚至超越神明时，奥林匹斯山的权威将置于何地？哼，东方的异端，但这股力量确实扰乱了命运的丝线。不过，奥林匹斯为何要与你一个战败者合作？因为我们是唯一与武庙真正交过手，并深刻理解其威胁的势力。我们拥有最强劲的一手情报，合作是各取所需。我们提供情报和东方战场的支点，而奥林匹斯可以借此机会重新确立神权在远东的绝对影响力，这是遏制大夏乃至重新划分东西方力量格局的契机。大师，宇宙的平衡在于各安其位，各寻其法，但大夏之力充满了人的执着，试图以人力完全主导天命，其存在本身是否正在扰乱因果轮回的天然秩序？万物皆循法而行，大夏之力确实独特，它过于强调现世的抗争。他们不信来世，不修功德，只争今朝。若此风蔓延，众生皆效仿其人，定胜天婆罗门的智慧与对宇宙秩序的阐释，还有何人聆听？女武神阁下，英灵殿的勇士为荣耀而战，归宿是神圣的瓦尔哈拉。停止你这些废话吧！你的目的是什么？那自然是……我们监测到异常，3小时前设置在西部边境的灵网节点，捕捉到一段指向第7号新基地内部架构的加密信号传输，目的地不明，加密方式与樱花国残存势力的特征高度吻合。第7号基地的完整图纸和防御评估，3天前才由会长您最终审定。能接触到全套信息的，目前仅限于参与本次会议的寥寥数人。消息走得这么快，这么准，看来我们内部钻进来了老鼠，而且藏得很深。这个潜伏者极有可能就是樱花国情报体系里那个传说中的顶级间谍，代号烛龙。初步排查，目标范围缩小到数人，但烛龙极其谨慎，没有留下任何直接证据。我们需要更深入的调查权限，包括秘密监控和通讯记录分析。烛龙的存在就像一根扎在心脏位置的毒刺，不拔掉它，我们的一切战略部署都可能被敌人了如指掌。非常时期，我批准启动清道夫计划。林峰，由你全权负责。是，保证完成任务。师傅，上面要求提高部分资料的调阅权限等级，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吗？做好你分内的事，不该问的别问，龙须的规矩忘了。好吧，好吧。头有发现，信息处理中心的初级处理员张明，近期有3次非必要访问加密数据库的记录。张明背景干净，性格内向，是烛龙发展的下线，还是被利用了？继续监控，重点查他的社会关系，近期接触的人，尤其是看似平常的交流。另一个需要关注的是参谋部的赵参谋，他负责第7基地的物资调配，有机会接触到结构图，但在之前的忠诚度测试中，他表现无可挑剔。更重要的是，他是李默上将的老部下。老大，我们追踪了所有与樱花国残存势力有关的加密信号，发现一个规律：每次关键情报外泄前，都有一个经过多度伪装的内网信号与境外进行短暂通讯。信号源经过多次跳转，但最终指向的物理位置是李默上将的私人加密通讯频道。不可能！李默上将是开国功勋之后3代为国尽忠。重新核查，李默将军，怎么会？是有人栽赃，还是……证据链完整吗？技术层面指向性非常明确，但动机完全无法理解。李将军家族世代忠烈，他本人更是乾隆会的坚定支持者。我怀疑是极高明的伪造，或利用了李将军的通讯协议漏洞。烛龙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藏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先不要惊动李将军，扩大侦查范围，重点排查所有能接触到李将军的人员。每次站在这里，看着这些先贤的名字，就觉得肩上的担子重啊。
沈玉，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关乎千万人的生死，关乎国祚延续，不能有半分差池。李将军，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最信任的人可能做出了违背誓言和信仰的事，你会怎么做？无论他是谁，地位多高，功劳多大，都必须彻查清楚。乾隆会的纯洁高于一切个人感情，这是我父亲，也是历代先贤用鲜血换来的教训。我明白了，谢谢李将军。张公，例行问询，关于上个月15号你取走李默将军通讯器维护的具体细节，请再重复一遍。我当时就是常规检测和系统升级，记录上都有。但我们调取了外围监控，发现你在维护期间有一个极短暂的操作，使用了这个未经报备的便携式设备接入。烛龙先生，或者该称呼您雾影派来的影子。你以为潜伏的深，我们就揪不出你吗？我不是烛龙，我只是被胁迫，他们抓了我的家人，让我在维护时悄悄植入一个信号转发器，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张某承认被境外势力胁迫，在李默将军的通讯器上植入了木马。真正的烛龙利用这个木马作为中转，伪造了李将军的通讯特征进行情报传递，目的是嫁祸李将军。张某的级别不足以接触到第7号基地图纸和轮值表这种核心情报，它只是一个信箱。真正的烛龙仍然藏在更高。传我的命令，关于烛龙的调查，对外严格宣称已陷入僵局，所有嫌疑人员因证据不足，暂时解除监控。会长的意思是，将计就计，通过烛龙向敌人传递假情报。正是，我们要让雾影和他的诸神同盟相信，他们安插的这颗棋子依然安全，并且正在获取最高机密。通知情报分析组，立即着手伪造第7号基地的终极防御弱点和能量核心过载协议。这份情报要看起来足够致命，足以让敌人调动主力前来攻击。此计虽妙，但风险极大。一旦被烛龙或敌方识破，我们将满盘皆输。而且这个计划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第7基地的龙脊能量核心稳定性是关键。经过技术团队反复验证，确认在基地东南侧的巽位存在一个结构性的能量溢出口。这是设计时为了平衡能量流动不得已留下的，但也可能成为潜在的防御弱点。明白，会长，我们会加强该区域的巡逻警戒。会长，鱼已经有功。很好，继续监视，确保我们的礼物能顺利送到雾影手上。根据烛龙最新传递的情报，大夏正在第7号基地进行大规模防御升级，但他们预留了一个致命弱点，这是我们重创他们的最佳时机。听起来很诱人，但我更关心的是，战后利益如何分配？奥林匹斯神系必须获得大夏东部沿海地区的绝对主导权，那里的信仰根基最适合我们重建神殿。阿尔法，不要过于急躁，对抗大夏武庙需要的是精密配合，而不是莽撞的掠夺。况且，印度婆罗门的大师们对南亚资源区也有诉求，北欧英灵殿则看中了他们的古代战魂遗迹。利益的蛋糕需要公平分割。诸位尊神的需求，我们自然充分考虑。当务之急是集中力量，先瓦解大夏这个共同的威胁。若内部掀起争执，岂不正中沈玉下怀？我提议，先成立一个联合指挥委员会，各方派出代表，共同制定作战计划和战利品分配草案。委员会效率太低，我看就应该以实力最强的奥林匹斯神系为主导，其他各方配合即可。大师，奥林匹斯和北欧那边已经初步响应了樱花国的提议，这是我们向大夏展示力量，夺回我们在东方影响力的绝佳机会，不能再犹豫了。迦摩，力量的使用需契合宇宙法则，联合外邦神系攻打另一个文明古国，此举引发的因果，你想过吗？大夏之力虽异，
但其根基亦是深厚的历史与人文。但他们不信神，他们亵渎神权，这才是最根本的冲突。若坐视其壮大，终有一日，我们遵循古老法则的秩序将荡然无存。大师，有时候捍卫法则需要雷霆手段。我并非反对捍卫，只是担忧这诸神同盟的性质。若其最终演变成一场纯粹的掠夺与征服，那我们与想要对抗的无序又有何区别？告诉雾影，婆罗门教可以参与，但我们必须拥有对行动是否符合法的审议权。还有什么可讨论的？打仗、掠夺荣耀和战利品，这才是英灵殿勇士该做的事。跟着奥林匹斯那些讲究排场的家伙束手束脚。但大夏的英灵确实诡异，他们的战阵和我们遇到的任何敌人都不同，盲目冲锋可能会让勇士们白白牺牲。我们需要更详细的计划和更好的装备支援。奥丁之父需要的是胜利，而非无谓的牺牲。雾影提供的弱点情报需要验证，联合指挥是必要的，但我们英灵殿必须保持战术自主权。就怕到时候奥林匹斯和那些印度佬不认账。会长，综合各方情报，诸神同盟的框架正在加速构建。奥林匹斯、北欧英灵殿、婆罗门教激进派已基本同意参与，但我们的影子也传回消息，各方在主导权、作战目标，尤其是战后利益分配上存在巨大分歧，争吵不断。雾影正在极力斡旋，试图弥合分歧，但这种基于利益捆绑的联盟先天不足。只要我们应对得当，其内部矛盾很可能在压力下爆发。意料之中，神奇高高在上太久，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怎会真心屈从于他人？雾影想当这个盟主，怕是引火烧身。凌风，针对烛龙渠道的假情报渗透，可以再加大剂量，特别是关于第7号基地弱点的验证信息，要做得更逼真，让他们相信机会千载难逢。明白，我们会精心设计，让这些情报看起来是他们通过艰难的独立侦查确认的。明雪，报告目标动态。赵前，封锁峡谷出口，启动磐石立场发生器。目标3人，呈三角突击队形，移动速度极快，能量读数显示具备高强度突击能力，预计60秒后进入最佳伏击点。收到，磐石已启动，出口完成封锁。就是现在，放！不好，有埋伏！这先走。林雪，计算他们重心最不稳的时刻。3秒后，第3名狂战士踏足乔心。赵前，就是现在。玉，压制。该死！会长，行动结束，3支渗透小队全部被俘，我方无人重伤。一次试探失败，只会让他们更谨慎，也可能更疯狂。巩固防线，分析数据，同时将战斗惨烈、勉强守住的消息通过烛龙的渠道适时的泄露出去。我们要让雾影觉得他只差1点就成功了。3支精锐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大夏人的防御根本没有漏洞。那个烛龙的情报是假的。未必是假的，战斗数据表明，大夏人在那个区域的防御反应异常迅速且极具针对性，恰恰说明他们非常重视那里。这可能真是弱点，只是他们守得更严密，或者说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他们的新式装备和战术配合效率远超我们预估。损失确实令人痛心，但并非没有价值。至少我们摸清了大夏人的一些底牌。埃涅阿斯阁下愤怒无济于事，卡山德拉阁下的分析更有道理。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大夏的实力，调整策略。看来是时候提醒盟会考虑启动更大规模的惩戒行动了，而非小打小闹的试探。尖刀已折，迷雾将散，
不赢，你会因此退缩，还是会更坚定地推动你那诸神同盟？内部的烛龙，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这场戏才刚刚拉开序幕。他第3次查看加密通讯器了。调取他今日访问记录，第7号基地防御节点扫描日志有异常波动。目标正在记录弱点，数据是内部人员。他在演戏，还是真被胁迫了？你妹妹在北京安全屋，今早还画了这幅画。赵参谋用我妹妹威胁我，他说若不传防御漏洞，就……你传出去的漏洞是我们故意设的饵。你早知道。现在你有2个选择：继续当病退员工，或成为守护妹妹的英雄。已安排张明突发心急送医。赵参谋今晨3次致电医务室探听，伪造的龙须核心防御图已植入张明旧设备，赵参谋必会窃取。启动龙影计划，让赵参谋成功传递假情报。雾营总攻时间定在明日子时。瓮已备好，只待军入。再见，大家再见。告诉沈先生，我愿配合。安心养病，你妹妹的话，我天天带给她看。烛龙自以为执棋，却不知早入棋局。真正的战场从来不在刀光剑影，而在方寸人心。雾营你派来的烛龙，今夜将为你点燃葬身之火。会长，根据对赵参谋的监控，他近期多次在深夜利用加密频道向外发送低功率信号。钢铁长城计划仪器工程已近尾声，但关键节点的能量耦合仍需优化。赵参谋在这个时间点活动频繁，定有所图。烛龙的威胁仍在，但正好可以利用它。我们将计就计，通过赵参谋的渠道向雾影传递钢铁长城核心能源矩阵将于72小时后进行首次全网络压力测试。期间各节点防御力会有周期性波动的加密信息，要让他相信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进攻场。好的。赵参谋已经进入我们的视线了，你还要替他扛下去吗？不可能！你们怎么？你以为你是在保护你妹妹？可你知道吗？控制你妹妹的那个外部组织据点，在我们抓获你之后第3天就被彻底清除了。你妹妹已经获救，正在安全屋接受心理疏导。我都做了什么？赵参谋他才是真正的烛龙，他位置太高，从不直接接触敏感信息，都是通过像我这样的下线。他手里肯定还有别的棋子。我们需要你知道的一切关于赵参谋的情报，以及你们联络的方式，这是你赎罪的唯一机会。根据张明的供词和我们的监控，赵参谋的嫌疑已基本确定。他利用职务之便，在部分运往关键节点的领导器核心部件中植入了极其微弱的能量干扰符文，单个无害，但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在特定频率激发下可能引发连锁紊乱。这正是为了配合他传递出去的压力测试情报。立刻组织绝对可靠的技术团队，在不惊动赵参谋的前提下，秘密排查并更换所有被做了手脚的部件。将计就计，我们要让他的后手变成我们的陷阱。明白。那赵参谋这边继续监控，放长线，不仅要确保钢铁长城的纯净，还要通过它摸清诸神同盟下一步的整体战略。是时候准备一场文明的对话了，我们需要知己知彼，从更深层面应对挑战。感觉这次任务之后，整个边境的氛围都不一样。这些新节点好像让这片土地都活了过来。是啊，就像有了心跳。听说这是会长整合了古代阵法理念设计的，叫地脉共鸣技术。不仅仅是技术，我感觉到一种沉淀的意志，像是历代守护这片土地的先烈们，他们的精神也融入了其中，在和我们一起守望。
根据对赵参谋的审讯和烛龙案后续梳理，我们对诸神同盟的构成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方不再是单一的樱花国妖鬼体系，而是融合了希腊、北欧、印度等多神系特点的复合力量。面对这种复合型敌人，我们的战术是否需要根本性的调整？毕竟，不同的神系，其力量根源和行为逻辑差异巨大。李将军问到了关键，我们要理解的不是某个神奇的强弱，而是其背后整个文明的力量逻辑和思维模式。应对诸神同盟，关键在于因敌制胜，区别对待。对希腊系找其规则漏洞，利用内部分歧；对北欧系打破其宿命节奏，以柔克刚；对印度系或许可以从其复杂的轮回和法的概念中寻找理念上的突破口。这比单纯的排兵布阵复杂多了，但也更根本。以前总觉得他们召唤的是神，很神秘，现在拆开来看，无非也是另一种人的意志和文化的体现。没错，他们带来的是基于其文明逻辑的神力，我们要捍卫的则是基于我华夏文明积淀的人道洪流。这不仅是力量的对抗，更是文明底蕴的较量。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包含了太多应对不同挑战的智慧。我们要做的，就是将这些智慧转化为新时代的盾羽毛。会长，我明白了。接下来的训练和备战，我们会更有针对性，要让战士们明白，我们背后的文明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先贤们的遗产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和文化，今日的推演，不过是将这些沉淀的智慧，在新的战场上再次唤醒。雾影，你联合的诸神，代表的是过去的秩序和神权，而我们要开创的是人的时代。这场文明的对话，我们必将用胜利来书写结局。雾影社长，你一再强调大夏武庙的威胁，如今亲眼所见，确实超出了我们最初的预估。这种依靠集体意志和历史传承的力量，是对神权根基的挑战。荣耀归于战场，但他们的英灵与我们英灵殿的勇士本质不同，他们不为神王服务，只为凡世国度而战。若任其发展，凡人对神域的敬畏将荡然无存。说来说去，不就是要联手吗？婆罗门教可以参与，但战后大夏南境3省的信仰主导权和资源开采权必须明确归我们。诸位，你们还在为战后的蛋糕斤斤计较吗？这已非一国一地的争端，而是道路之争，存亡之战。我提议即刻成立诸神同盟，制定最终作战计划，在其羽翼未丰之前给予毁灭性打击，否则等待我们的将是真正的诸神黄昏。7日之后，朔月之夜，届时天地灵气最为晦暗，可最大程度削弱大夏地脉共鸣，此战不留余地。会长，全球监测网发现异常，多个敌对神系核心力量正在大规模、高协调性的向我方边境移动，能量读数远超以往。传令全军，最高战备等级，启动龙魂应急预案。是时候让我们的钢铁长城和刚刚完成的文明推演接受最终的考验了。同时，将情报通报最高统帅部，请求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同胞们，战士们，我是沈玉。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敌人，诸神同盟已经兵临城下。他们畏惧的不是某个英灵、某种武器，而是我们传承数千年的文明，是我们人定胜天的信念。他们视我们为异端，欲除之而后快。但我要告诉他们，也告诉每一位同胞，华夏之地不是神奇的牧场，我们的命运由我们自己主宰。身后即是家园，我们无路可退。这一战不为称霸，只为生存，为尊严，为子孙后代能够自由地呼吸在这片祖先留下的土地。我相信，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任何敌人都无法撼动我们分毫。千秋大夏，国祚永存，必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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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长，全国防御网络已完成95%部署，但西部3号节点和东部7号节点的地脉能量耦合仍不稳定，预计完全修复需要48小时。各大战区部队已进入预定防御位置，但部分新式装备的配发和训练还需要时间。最高统帅部已下达全国动员令，
所有非必要生产活动暂停，全力保障备战。民众情绪总体稳定，但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普遍存在担忧。时间比我们预计的更紧迫，凌风，加快节点修复速度，必要时可以调用武庙共鸣能量进行强行稳定。小姑娘，这次真的能顶住吗？听说敌人来自四面八方。要相信我哥，相信乾隆会，相信我们的军队。是啊，孩子们别怕，咱们大夏什么风浪没见过，人心齐，泰山移，上面有将士们守着，咱们在下面不添乱就是支持。外部情报显示，诸神同盟的内部争吵似乎暂时平息了。雾影强行压制了不同声音，联军舰队已在公海完成集结，空中侦察发现大量神话生物活动迹象。利益的捆绑终究是脆弱的，他们现在的团结只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强大的敌人，我们。一旦进攻受挫，或者利益分配出现分歧，裂痕会再次出现。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迎头痛击，让他们的团结在第一波攻击中就出现裂痕。全体注意，我是沈玉。诸神黄昏计划已启动，敌军正向我全线扑来，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记住，我们身后是万里山河，是千秋传承。我们为生存而战，为尊严而战，为子孙后代能够自由呼吸而战。必胜！报告，确认敌军主力舰队，数量无法精确统计，航向正对我东部沿海，预计3小时后接触。各单位注意，这里是东海指挥中心，敌军主力已现，按龙吟预案，所有舰艇进入战斗位置，岸基防御阵列启动。看来雾影是铁了心要毕其功于一役，我们的钢铁长城将首次接受全方位考验。传令各战区严格按预定方案应对，东线由我亲自指挥，北线李默将军坐镇，西线凌风负责，南线由陈宇、赵乾、林雪组成的前线指挥组应对。记住，利用防御网络优势节节抵抗，消耗敌军有生力量。这不是决战，而是持久战的开端。全国能源网络已优先保障防御体系，民众疏散和避难工作已完成90%。好，让我们的长城告诉这些所谓的神何为不可逾越。报告，东线3号、7号能源节点过载，北线烽火台阵列3处被毁，启动备用能源连接。命令工程抢修队立刻前出，绝不能出现防御缺顶。报告会长，西线击退敌军3次集团冲锋，摧毁法坛7座，我方伤亡轻微。北线压力最大，但防线稳固，新型防御单元效果显著，有效遏制了敌军突击势头。各位辛苦了，但这只是开始。雾影和他的盟友们绝不会甘心。通知下去，夜间加强警戒，防止敌军特种渗透和偷袭。同时启动长城自修复程序，抓紧时间恢复能量。沈玉，东线情况如何？海空激战互有损伤，但奥林匹斯的主力尚未完全投入，真正的恶战恐怕还在后。大夏的防御比预想中顽强，那个钢铁长城网络确实棘手。今日之战，我军勇士伤亡不少，需要更有效的战术。我早就说过，应该集中力量攻击一点。够了，今日只是初次接触，他们的防御网络确实坚固，但绝非无懈可攻。我们已经找到了几个能量流动不稳定的节点，明日拂晓，集中所有力量猛攻东线。我要让他们的长城在第一缕阳光升起时崩塌。
雾影已找到我们防御的薄弱点，东线将是主战场。我调2个机械化师增援东线，务必守住第一波。全国能源储备已调度完毕，可支撑72小时高负荷运转。传令下去，所有将士今夜好好休息。明天将是载入史册的一天。我在想，明天之后，我们会不会都活着看到夕阳？会的，我们身后是家园，无路可退，也无需退。记得会长说过，英灵并非力量源泉，信念才是。今晚让我们与先前同眠。哥，明天一定要平安回来。孩子，别怕，千百年来，我们大夏历经多少风雨，不都挺过来了？任心齐、泰山移。诸位先贤，今日我华夏面临存亡之危，请赐我等力量，守护这片土地，守护我们的文明。明天拂晓，他们一定会来。鱼饵已抛，静待收钩。雾影贪功，正入谷中。李默，破晓小队位置。赵潜已前至敌补给线后方，距能源核心仅1海里。传令陈宇，退至第3标记点即止。鱼群入浅滩，请收网。雾影将军，可识得明修栈道4字？华夏之虎，全军压上！补给线被断，谁在暗处？明修战报已灭地目，暗度陈仓已定乾坤。此阵名曰华夏脊梁。华夏软弱，只知为时仇敌。哼，听说你是雾影最强战士，1对1，你不是我对手。华夏不是软弱，是给你活命的机会，再闹事，废你修为。杀了我！别想从我这儿得到任何情报。你妹妹今年12岁，在北京第3学院读书。不可能！你怎么归顺我？家人平安，反抗，全族覆灭，选吧。让路，不然我杀人！放开他，给你3秒。你敢过来！1、3秒是给活人的时间。300战俘中，180人愿效忠。挑最恨雾影的30人，训练成敢死队。他们可信吗？用雾影的血证明他们的忠心。樱花国废物，也配穿这身衣服？再给一次机会，用实力证明自己。记住，穿上它，你就是战士；背叛者，我会亲手处决。愿为国家死战。战场不仅在前线，更在人心。收服一人，瓦解10敌。雾影，你们的末日从内部开始了。联军舰队已在东海、公海完成集结，这是史世纪最大规模海上威慑行动。中立国紧急召开闭门会议，全球股市变动超15%，真相只有一个：成品为大夏祈福，为大夏祈福万岁！我们不为开战，只为守护契约精神，静待大夏信号。老周，情报，总攻时间。城主，医疗队马上到。告诉大夏，明晚子时，雾影倾巢。
小杨同志牺牲了。雾营选在月夕之夜总攻，阴毒！传令，全境静默，灯火管制，民心不乱。这一夜，我们等得起。必须阻止战争。我们提议三方停火谈判。雾营已撕毁所有国际公约，谈有何用？今夜，世界选择站在文明与契约的一边。哥哥，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孩子，记住，大夏的脊梁从来压不垮。大夏契约之道，唯强者存。敌军提前行动，比情报早12时辰。是陷阱，他们故意泄露假时间。不，是他们心已乱。传令，启动龙须最终协议。以心为气，以魂为引，华夏英灵归来！贵府，吾等守护山河，非为杀戮，乃为契约本心。孩子，记住，真正的力量是让敌人看见光，而非制造黑暗。都给我跪下！乌勒尔大人面前，你们连猎物都算不上。这片土地从此是我的猎场。跟他拼了！大夏的土地半步不让！会长，北线快顶不住了，这猎神太邪门，普通攻击根本碰不到他。沈玉，再不出手，北江口子就要被撕开了。急什么？对付玩弓箭的，咱们老祖宗里可有位祖师爷级别的。有请飞将军李广。又来一个送死的，我还以为大夏能拿出什么像样的角色。小子，玩弓的别光嘴上叭叭。放肆！这是北欧至高的狩猎之神，你个一辈子没封侯的倒霉蛋，也配和神说话？没错，一生征战，连个侯爷都没混上，你的命运就是个笑话。老子守了一辈子偏关，护了一辈子百姓，封不封侯，轮得到你们这帮外来的妖怪智慧？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这句话你听懂了吗？嘴硬的凡人，让你看看狩猎之神的真正力量。你不过是个被命运玩弄的废物，一辈子征战连个侯爷都没捞到，也敢在神面前放肆！老子守边关护百姓，从来不是为了什么封侯拜相。可笑，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控不了，还谈什么守护？你就是命运圈养的猎物。我这一生弯弓射的是来犯之敌，守的是万家灯火，攻城不必在我，护土寸步不让。你狩猎是为了杀戮和掠夺，老子拉弓是为了守护和安宁，这就是你我最根本的区别。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会长，这老东西拼尽全力了，李将军能扛住吗？放心，一个只懂猎杀的莽夫，永远不懂守护的力量有多强。没错，飞将军的箭从来都不是为自己而射。毕生戍边，战神功。大夏千秋，国祚永存！都跪下！这是奥林匹斯的战神阿瑞斯大人。
战争、杀戮，这才是生命该有的狂欢。蝼蚁的反抗只会让这场狂欢更有趣。大夏西线，半步不退！这疯子太能打了，西线快顶不住了。阿瑞斯，希腊战神，代表最狂暴无序的战争，只懂杀戮和破坏。对付只懂蛮干的疯子，就得找个最懂战争规则的人。谁啊？咱们还有能制住这战争疯子的名将。有请战国名将兵家亚圣吴起。又来一个送死的凡人，正好让你成为我狂欢的祭品。只懂杀戮的莽夫，也配谈战争？阿瑞斯大人，别跟他废话，碾碎他！你敢耍我，我要把你撕成碎片！你所谓的战争，不过是没脑子的野兽撕咬。战争就是杀戮，就是狂欢，就是强者对弱者的碾压。战争是政治的延伸，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你为了杀戮而战，我为了止戈而战。你懂的是破坏，我懂的是战争的本质。胡说！你为了将军之位，连妻子都能杀，你也配谈止戈？杀妻求将是为了执掌兵权，止天下战乱；魏族南州是为了令行禁止，护麾下将士。我的牺牲是为了终结更多的牺牲，不像你，只会用无辜者的血满足自己的兽欲。这就是魏武族，光看虚影都觉得压迫感拉满了。吴起的魏武族是古代最顶级的重装步兵，靠的不是匹夫之勇，是极致的纪律和铁力。阿瑞斯的力量是无序的狂暴，而吴起的力量是绝对的秩序。再狂的乱流遇上严整的堤坝，也只会被撞得粉身碎骨。给我死！我要让你和这破地方一起化为灰烬！魏武族列阵！不，我的力量怎么会没用？匹夫之勇，一冲就散；铁律之君，坚不可摧。记住，大夏的土地容不得你这等狂徒撒野。吾帅威武，大夏千秋，国祚永存。南王旦死气，凡人们臣服于死亡，才是你们唯一的归宿。开火！绝不能让这鬼东西踏过边境线！身后就是国土，我们退无可退。刚搞定西线的战争疯子，南线又来个管死亡的，没完了是吧？奥西比斯是埃及的冥神，掌控死亡和轮回，他的死气能侵蚀生机，普通攻击根本挡不住。他宣扬死亡是永恒，那我们就找个最懂怎么让生民安居、让国运延续的人。谁啊？能制住这搞死亡诅咒的？有请大唐开国助蜀英国公李靖。凡人，你敢驱散我冥府的死寂？我大唐的土地轮不到你这外邦冥神来撒野。奥苏伊斯大人，别跟他废话，用死亡吞噬他！不可能，死亡是世间万物的终点，没人能反抗。你所谓的终点，不过是你眼界里的囚笼。生命短暂脆弱，只有死亡与轮回才是永恒的归宿。你错了，生命的意义从来不是走向死亡，而是在活着的时候安万民、定社稷、传文脉。我随太宗定天下，随高宗安边疆，对内服百姓，对外平四方，让千万人能安稳度日，让大唐文脉代代相传。这生不兴不息的传承，就是对死亡最有力的对抗。你懂什么是生，又配谈什么死？说得好，华夏文脉不绝，生生不息。胡说！再繁华的王朝也会覆灭，再鲜活的生命也会凋零，最终都会归于我的冥府。我去，这就是大唐的气场，隔着屏幕都觉得踏实。奥西比斯的力量是终结一切的死寂，而李靖的力量是经营万物的生机。
给我坠入冥府！我要让你和这片土地永远归于死寂！大唐国运在此，唐旗不灭，生机不绝！不，我的冥府，我的死亡之力，怎么会这样？李帅威武，华夏千秋，国祚永存。Om Namah Shivaya。मैं हूँ रुदु。无序，混乱，这才是世界的本源。都清醒点，别被这怪物影响了！这鬼力量太邪门了，根本摸不清规律。这什么鬼东西？通讯全断，阵型全乱，跟无头苍蝇一样。楼德罗，印度神话里的混乱与风暴之神，他的力量核心就是不可预测的无序，能打乱所有既定规则。越是混乱的局面，越需要绝对的掌控力。对付他，没人比冰仙更合适。冰仙，韩信，那个多多益善的韩大将军。有请汉初三杰冰仙神帅淮阴侯韩信。凡人，你敢破了我的无序之力？不过是些上不了台面的小把戏，也敢在我面前谈混乱？楼都大人，别跟他废话，用混乱撕碎他！错了，不可能！绝对的混乱是无解的，没人能掌控无序。你所谓的奇谋，从来都建立在绝对的妙断与掌控之上。你眼里的混乱，不过是我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你想玩混乱，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把无序玩到极致，再把你死死困在里面。胡说！我是混乱之神，你一个凡人怎么可能定住我的无序？韩将军威武，干翻这个怪物！我去，这就是冰仙，看着随便摆的阵，怎么感觉全是门道啊？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其正相生，看似毫无章法，实则每一步都算到了极致。楼陀罗以为混乱是他的武器，却不知道在韩信眼的局面也全在他的算计。他想掀翻棋盘，韩信就直接把棋盘变成了困住他的牢笼。给我碎！我要让整个山谷都变成绝对的无序炼狱！明修栈道，获其心神。暗度陈仓，断其后路。不，我的力量怎么会不听我的控制？你制造的混乱，现在成了困住你自己的枷锁。这就叫以乱治乱，十面埋伏，绝杀！战争的意义在于征服，在于荣耀，在于将罗马的秩序铺遍世界。开火！绝不能让他们越过边界！他们的阵型太严了，根本找不到破绽。凡敢阻挡罗马铁蹄者，唯有毁灭一渡。这跟之前的疯子都不一样，太规整了，阵型严得跟铁桶似的，根本冲不破。马尔斯，罗马的战争与征服之神，他信奉的是秩序化的战争，靠的是军团体系和征服法则，不是匹夫之勇。他讲战争的秩序，那我们就请一位把战争的秩序和本质研究到极致的人。难道是写《孙子兵法》的孙武？兵家制胜，有请兵家制胜。凡人，你敢阻拦罗马的征服之路？你口中的征服，不过是穷兵镀武的末路罢了。马尔斯大人，别听他妖言惑众，碾碎他，继续征服。今天就让你领料一下罗马军团的厉害，让你看看罗马战争的真正力量。征服就是战争唯一的真理。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不可能，
我的军团怎么会停下？你只知战争能带来征服与荣耀，却不知战争的根本是保国全军。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你执着于攻城略地的征服，早已落了下。胡说！战争就是要征服，要让敌人臣服，要让世界沐浴在罗马的荣光之下。兵圣，一句话就镇住了整个军团。我去，这也太离谱了！连手都没出，就把对面的军团定住了。这就是兵家制胜的境界。他讲的不是一朝一夕的打法，是战争的道。马柔斯把战争当成征服的工具，而孙武把战争看成了守护的责任，更是一门哲学。当战争的理念被从根本上否定，他的战神领域自然就成了无根之木。我不信你的空话，能挡得住罗马战神的全力一击？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我的领域，我的力量怎么会在消散？你为了征服而战，师出无名，士兵不知为何而战，看似严整，实则一触即溃。我华夏用兵，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你的战争之道从根上就错了，战役自然不攻自破。以吾之名，唤你降临，撕裂苍穹，焚尽万物。凡人们，我是执掌天地威能的巴力，顺我者得丰饶，逆我者受雷霆焚身之苦。快躲进宫室！这怪物能操控雷电和狂风。这根本不是人能对抗的，天地之力怎么挡啊？在绝对的自然威力面前，凡人的反抗不过是蝼蚁撼树。这玩意儿太离谱了，北京快顶不住了。巴力是迦南神话主神，执掌太阳、雷霆与风肉，是当地人眼中天地自然的化身。他仗着天地威能横行，那我们就请一位敢把天地强敌踩在脚下，横扫外敌敌的少年将军。冠军侯霍去病，那个风狼徐熙打穿匈奴的少年战神。有请大汉冠军侯、骠骑将军霍去病。区凡人少年，也敢破我自然神为？什么天地神为，不过是装神弄鬼的把戏。我大汉铁骑所到之处，从无敢挡路的妖神。巴勒大人，用雷霆将他化为飞灰！不可能！我执掌天地雷霆，你怎么可能挡得住自然伟力？你所谓的天地伟力，不过是欺压凡人的伎俩。真正的天地之治，是踏平强敌，守护家国。我能赐下丰饶，天地万物皆由我掌控。你一个凡人，拿什么跟我对抗？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我这一生风狼熏须，饮马瀚海，打的就是你这种自诩天地主宰的狂徒。你有雷霆烈日，我有铁骑锋芒；你掌自然威能，我有人定胜天。霍将军威武，杀了这个妖神！太燃了，这就是冠军侯，这股少年锐气，无人能挡。侯有期的战极致的快，以锐力破万法。可他不知道，华夏最不缺的就是向强敌亮剑的锐劲之心。全军出击！我的雷霆，我的太阳之力，怎么会挡不住凡人虚影？你所谓的神威，在保家卫国的壮士面前不堪一击！走！冠军侯威武，华夏千秋，国祚永存。以双巨人的血脉唤醒沉睡的寒冬吧！凡人踏入诸神的领域，唯有死亡。凡人，我是执掌命运与智慧的奥丁。你们北境联盟的存在，正在扰乱既定的宿命轨迹。什么宿命不宿命的？我们的路自己走，休想踏过我们的防线一步！这是什么东西？我看到了不好的未来，它能窥见命运。命运早已昭示一切，违逆命运者终将被宿命所困。这奥丁也太邪门了，
战士们被幻象搞崩心态，根本没法打。奥丁是北欧至高主神，以一眼幻无上智慧，能通过命运之线窥见未来预言，毕生都在为诸神逢温布局。他困在既定预言里，把一切归为宿命。那我们就请一位能以人谋定乾坤的谋圣，来破他这所谓的宿命。谋圣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刘侯张良，有请汉初三杰谋圣刘侯张良。凡人，你竟能斩断我定下的命运轨迹！世间从无既定的宿命，只有顺势而为的选择。阁下困于预言之中，未免落了下场。奥丁主神，用永恒之枪刺穿他，让他知道宿命不可违逆。我早已在命运之线中看到你的死期，你怎么可能躲开？你所谓的预言，不过是你画的一条既定轨迹。可世间万物瞬息万变，人心所向，岂是几条线就能锁死的？世界终末早已注定，我以一眼换来的智慧与预言，绝不会错。你信宿命已定，却不知天道无常，人心有责。真正的智慧，从来不是被动看清宿命，而是以人谋，走出全新的路。我曾于博浪沙挥锤刺秦，于鸿门宴巧施妙计救高祖于危难。世人眼中的必死宿命，我尽数改写。你困于预言，被动应劫，而我华夏的担当是明知前路艰险，依旧主动求存，以人谋定下，以人心和天道。胡说！命运不可更改，你一个凡人怎么可能撼动天道宿命？张大人说得好，我们的命我们自己定。天地万物皆有其时，星辰流转亦有其轨。这就是谋圣啊！几句话就把这个北欧主帅的心态崩了，是对天道人心时事格局的极致把控。奥丁困在预言的死胡同里，从根上就输了。当预言便被从根本上否定，他的命运之线自然就成了一团乱麻。我要让你看看宿命的绝对力量！你为一己神族存续搅动战火，违逆天道人心，就算看得到预言，也改不了覆灭的结局。不，我的命运之线，我的预言，我的未来。你谋的是一己神族存续，我谋的是天下苍生安宁。以天下大事为棋盘，以人心所向为棋子。纵是天道宿命，也当为正道让道。谋圣威武，华夏千秋，国祚永存。这个动作不是常理。渺小的人类，在海洋与风暴的天威面前，你们连挣扎的资格都没有。快推到第二防线，这浪太大了，根本挡不住。哈哈哈哈！我要让这片东海彻底沦为我的领域，让你们华夏的海岸永无宁日。这怪物比之前的弑神凶了10倍不止，一把全垮了。再不想办法，沿岸城市都要遭殃。须佐之男是一鹰神话里的顶级祸神，完全体掌控整个海洋的风暴与海啸。之前的弑神不过是他的手下喽啰。他要掀翻我华夏的海波，那我们就请那位毕生都在平海波、定海江的将军来会会。戚将军，戚继光，之前扫平倭寇弑神的戚帅。有请明朝抗倭名将戚家军统帅戚继光。戚继光，又是你这个凡人，之前坏我手下好事，今天还敢来挡我的天威？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我守了一辈子海疆，容不得任何妖魔鬼怪在我华夏东海撒野。大人，别跟他废话，用海啸把他和这些守军一起碾碎。不可能，我执掌海洋天威，你们区区凡人的阵型，怎么可能挡得住海啸风暴？哼！你所谓的天威，不过是恃强烈绕肆意破坏，却不知你真正能定住海波的，从来不是什么神力，是保境哀民的信念，是万众一心的众志成城。凡人的信念算什么？在绝对的自然之力面前，你们的团结不过是蝼蚁抱团。我要让整个东海彻底倾覆。我们跟戚将军一起守住海疆，与戚将军一起守不让半步。
这疯子疯了！这么大的浪，一旦拍下来，沿岸全完了。戚将军的力量从来不是他一个人的勇武，是戚家军12人一队的鸳鸯阵，是军民一心的协作，是无数人拧成一股绳的力量。以为狂暴的天威无人能挡，却不知道华夏最不缺的，再狂的风暴，再大的海啸，撞上军民一心的海上床城，也只会碎得粉身碎骨。戚家军解鸳鸯阵。不，我的海啸，我的海洋之力，怎么会被凡人的阵型挡住？你一人之力，就算能掀动整片海洋，也敌不过我华夏千万人万众一心。这就是你永远不懂的人的力量。海波已平，海江已守。气帅威武，华夏千秋，国祚永存。我欲要惊动则一流之事。凡人蝼蚁，竟敢击杀诸神！今日我便以神王之威覆灭华夏，重塑神权秩序。不好，所有被打败的诸神残力都在朝同一个方向汇聚。难道是有更厉害的神要出来了？是诸神意志的集合体，神王宙斯。他要整合所有神力，彻底覆灭华夏。诸神皆灭，唯有武庙之主可镇神王。今日有请武庙之主江上。区凡人也敢称武庙之主，也敢挡我神王之路。神王又如何？神权压不住人道，神威敌不过民心。不可能！你不过是个凡人，怎么可能挡得住神王的神力？若非一己之力，我身后是华夏千万将士，是人道万千气运，是武庙诸圣的意志。神权至上，你们的意志在神的威严面前一文不值。神造人，非也。人自造文明，自守家国，自成气运。神权可镇一时，却镇不住人道永昌。武庙之主也太厉害了，仅凭封神牌就挡住了神王的攻击。江上公执掌武庙，汇聚华夏所有名将的意志与气运，他代表的是整个华夏的人道力量。宙斯是诸神意志的集合，却不懂人道的力量远比神权更加强大，更加坚韧。既然你冥顽不灵，那就让我彻底碾碎你们的人道气运！人道同心，神刃难破。宙斯，你输的不是力量，是道。赢了！我们要赢了！人道的力量真的能打败神王，这就是华夏的力量，这就是人道的光芒，万众一心，无人能挡。武庙聚诸圣之威，百姓会同心之力，宙斯必败。不，我的神权，我的主人意志，怎么会这样？神权的傲慢在于轻视人道，你的失败
在于不懂民心。华夏人道生生不息，永不可灭。我懂了，我一直以为神权至上，却不知人道才是天地间最强大的力量。神可护人，亦可伤人，人道自强，方可永昌。华夏从不惧诸神，却也绝不屈神权。我愿退去，解散诸神残力，永不侵犯华夏。愿华夏人道绵延不绝。赢了，我们真的赢了，华夏保住了。不是我们赢了，是华夏的人道赢了，是万众一心的力量赢了。武庙昭昭，诸圣护佑，人道永昌，华夏千秋，这就是华夏的力量。武庙诸圣归位，华夏人道永昌。凡犯华夏者，虽远必诛；凡护华夏者，生生不息。